金为什么一定要退伍？高成如果帮他，他还能留在部队吗？相信大家至今都忘不了《士兵突击》里史金退伍那场戏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那份情绪真挚到完全不像演出来的。不少人都说，演员怕是想起了自己当年复原的场景，藏在心底的退伍不舍瞬间涌上心头，才让这段哭戏成了经典名场面。可很多观众一直不解，这么好的班长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退伍？其实答案很现实，有人说全是因为许三多，但仔细深究，这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原因。先说说史金自身的现实处境，他在部队扎根9年，已是3级士官，这在当时已是普通步兵班长能达到的士官上限。要知道，2000年代初，军队改革全面推进，全力打造信息化作战部队，3级士官很难晋升4级，再加上史金只有初中学历，年龄也不占优势，早已跟不上部队现代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要求。即便他是连长高成最心疼、最器重的兵，可在靠实力说话、顺应改革浪潮的部队里，史金的退伍其实早已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你是我最好的，跟你说话不算数。你跟我说你照顾好自己前途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9年了，你对我到底不错，为什么不是你抓了的俘虏许三多？跟你班长比，你又算什么？今儿和你今后你怎么办啊？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倾尽所有守护的许三多。当初是他违背征兵原则，把许三多从压抑的小山村里带出来，一句承诺便把自己和许三多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，也为日后的退伍埋下了伏笔。一年的时间，我把你个龟，我把你儿子带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。新兵连里，他拼尽全力照顾许三多，却依旧没能让资质平庸的许三多留在钢七连。看着许三多被分到偏僻的草原5班，史金满心愧疚，总觉得是自己没做好。排长，许三多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样的，是班长没做好。我不是好样，是我知道班长对我好。没有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后来许三多凭借韧劲得到团长赏识，重回七连。史金更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了他身上，白天教他文化课，晚上陪他练体能，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，全然把许三多当成亲人对待。战友吃醋不理解他，可他却毫不在意，甚至为了护住许三多，不惜和最好的兄弟561闹掰。你想拖死我呀，许三多！为了你，我已经跟连长掰了，我把全连都得罪了，你没看见呀？我今天跟他也掰了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带出来的兵，你不知道啊？高成3番5次想赶走许三多，他一次次低头求情，哪怕连长一心为他的前途着想，劝他别为了许三多耽误自己，他依旧初心不改，甚至拿自己的军旅未来做赌注。还记得许三多抡锤砸伤他手的那次，即便钻心疼痛，他也没放弃。这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兵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被编剧称作军中之母。这份温柔与坚守太过伟大。别再让你爸叫你龟儿子！走！是了春在你眼眸，一遍一他的付出终究有了回报，许三多终于成长，慢慢活成了部队需要的样子。可史金却在托举许三多的路上彻底耗尽了自己的能量，连长高成跑遍所有关系，终究抵不过军队改革的大势所趋。史金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退伍的结局。在部队生活9年，这里有他的青春兄弟和信仰，
要彻底告别这片土地，离开朝夕相伴的战友，他怎么可能不崩溃不难过？你说他后悔过吗？或许在某个疲惫的瞬间，他也曾有过一丝动摇，但他骨子里就是重诺守信的人，一旦许下承诺，便拼尽全力去兑现，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，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，对得起心底的那份善良。